G7峰会召开，泽连斯基抵达广岛，俄乌冲突呢走向拐点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小回观察。那最近呢 G7峰会嘛，虽然 G7向来都是美国打着幌子搞小圈子、搞霸权，但是今年的 G7和往年可不太一样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今年的 G7半路杀出了一个泽连斯基，G7峰会变成了 G8峰会。泽连斯基呢是来干什么的呢？这对俄乌冲突来说呢，又意味着什么呢？根据日本媒体报道，泽连斯基原定是以线上的形式参加峰会的，不过由于他本人表现出了强烈的与会愿望之后呢，还是在20号抵达日本，准备参加峰会最后一天 G7领导人有关乌克兰局势的会议。那泽连斯基的突袭式的亮相呢，或许是预示俄乌冲突拐点在即。那么泽连斯基都干了什么呢？首先是美国，拜登21号和泽连斯基会面的时候呢，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的军援，其中呢最主要的就是泽连斯基心心念念的 F-16战斗机。有了 F-16，乌克兰就等同于有了空中进攻的有效的保障。那值得一提的就是呢，今年年初的时候，泽连斯基就向美国要过 F-16战斗机，但是呢却被拜登拒绝了。毕竟向来坐收渔翁之利的美国可不想主动踩进俄乌战争这场浑水。泽连斯基通过连日的外交动作，对西方和美国施压，确保了 F-16战机完整的送到乌军手中。除了向美国要援助之外呢，泽连斯基还和印度总理莫迪、印尼总统佐科等全球南方国家领导人进行了会晤。据路透社报道呢，泽连斯基此举呢是为了扩大全球南方对乌克兰的支持。直白的说呢，就是泽连斯基为了把南亚拉上乌克兰的战车。说完了泽连斯基，我们再来说说俄乌冲突。值得一提的就是呢，在泽连斯基抵达日本的当天呢，俄罗斯方面呢就宣布了占领了巴赫穆特，结束了俄乌战争以来最长、最血腥的争夺战。巴赫穆特呢，作为俄乌战争中的一块战略要地，其意义呢并不主要在军事上，更多的是在信念上，是用来鼓舞乌军的。巴赫穆特被占领呢，对乌军的士气呢来说是一种很大的打击。那么这些对俄乌冲突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就21号，泽连斯基在日本演讲的时候呢，把巴赫穆特比作广岛，又说呢和平在今天变得更近。这到底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呢？是有信心打败俄罗斯，还是要直接推进俄乌和谈呢？这一次的 G7峰会和接下来的中国特使访俄都很关键。G7峰会方面呢，乌克兰获得了美国的军事援助，进一步的缩小了和俄罗斯的差距。双方呢军事实力的差距缩小，会让俄乌双方都投鼠忌器，从而增加和谈的几率。中国呢，特使李辉原定于21号访问俄罗斯，但是在中途收到了欧盟的邀请，先前往欧盟访问。欧盟呢，作为乌克兰背后的援助大头，这次呢却邀请了中国特使前往访问，这也体现出了欧盟迫切希望寻求俄乌战争的另一种可能，也就是俄乌和谈。不过呢，这一切还要等到中国大使访问完俄罗斯之后才能定下论。同时呢，俄乌人民的反战情绪呢，也影响到了战局，尤其是巴赫穆特沦陷之后，对俄乌人民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。考虑到目前的俄乌局势呢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进一步的援助乌克兰，有可能会进一步的拉长俄乌战线。俄罗斯占领巴赫穆特，也可能招致乌克兰方的疯狂的报复。现在正处于俄乌冲突的拐点，究竟是走向和谈，还是更深的战争？双方都有自己的考量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，大家有什么观点可以在评论区互动，我们下期再会。